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光，他冲冠一怒，只会踏破33重凌霄。你想多了，现实里，只有努力到30岁，却突然病魔缠身的倒霉牛马，没有主角光环，只能靠故事吊命。这些大男主，为啥就不能稳中取胜？得了，又烂我一本。我的书。出头会挨打，乱动会受伤啊！唉，若能重来，如满心忏悔，刺入轮回复生，下一站洪荒。不是吧？洪荒？莫非是书中那个危机四伏的洪荒？大道50，天远49，去吧，遁去一。此乃洪荒世界，遍地杀劫。看好了！啊！我传书了，该不会是教学局吧？导游甲跌入林中沼泽，淹死。导游乙才阳惊扰巨蟒，咬死。导游丙夺得妖丹，反被同伴被刺，砍死。导游丁英雄救美误入仙人跳，冤死。渡劫死，关战死，不愧是洪荒的100万种死法。感谢天道老爷的教学之道，不沾因果，文字当先。幸好我看完全书篇章，感悟了求生法门，文字经，传书也不怕了。死中求活，知易行难。后续将是洪荒全新篇章啊！竟然是全新剧情。小珍同学，我在。打开计划表。所谓稳健，不是一味躲藏，而是谋定后动。是时候了，收师妹，开新篇。就从这个变数开始吧。嗡嗡开辟龙凤节，万缘千回弹指过。不见仙台登临阁，只闻重箫九华歌。灵娥，哎，此处便是东胜神州3界1等1的修炼之地。你看这仙山中秀慧灵，十分的气派。十分气派。哎呀，灵娥，哦，小心啊！这算是一个考验。回头让你师兄把桥修补一下。灵娥，哎，师傅，都怪你师兄，嘿嘿，许久不打理了。灵娥，今日带你入我仙门，为师要求你日后要好好修行，不可有半分懈怠。争取早日修成。是。师傅，那您成仙了吗？哎，快了，快了。为师在早年修行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差错。啊。随为师来。好。一会儿就为你办理入门事宜。虽然我们这一脉加上你只有师徒3人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
师傅，老听您提起师兄，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在仙灵峰外门打杂小半年，都听到过哪些他的风言风语？我听说过他，就好像渡仙门没有这号人，这就对了。这个小混蛋呀，就爱遮遮掩掩，洪荒强者为尊。谁家的好苗子不是异军突起、扬名立万、光芒万丈？就是他，越修越没动静，越修越没动静，越……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怪不得你没有成仙呢。哎，师傅，我怎么也有点晕。小琼峰内堂一向只有我与师傅2人，一旦有外人闯入，就会自动触发我部下的机关。待我探查一番。6辰6时6根6玉，走。魂魄干净，没有夺舍，没有心魔，也没有重果。你干嘛？你那铃铛哪儿来的呀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。遗物？嗯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一点流程要走。哎，请问啊，您这18代族谱里可有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？你谁呀？看来是没有了。您是否在公共场合发表过一些对人族不敬的言论呢？我师傅呢？你师傅又是谁呀？我师傅……放开他！师傅，师傅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是。好。谁往自家老巢布那么多机关啊？你防贼呢你？不是你可以呀，现在精进了。连软仙散都顶住啊！你太小看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吃过的蒙汗药比你吃的大还丹都多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呀？小琼峰门人可杀不可辱。门人，你自己不争气，还不允许为师多一只衣钵？啊！哎，师傅你怎么跪下了？我也不想跪啊，但是头太晕了。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兄。我从小就没爹娘，四处漂泊。半年前被仙灵峰收入外门见习，可他说是见习，其实就是杂役。我受尽了欺辱，实在是忍不住，从山上逃了下去。幸好遇到了师傅路过。是吧？哎，好徒弟，仙灵峰那是横行霸道观啊！这么好的一块璞玉，他们也下得了狠心糟践。不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给这娃娃弄的啊！这种事儿，我们小琼峰不管，谁能管呀？既然如此，请听题。听题。你修为在化神9阶，某一天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术正在非礼一个炼气境的女弟子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啊，不是我甲2，冲上去弄死她；乙，原认等于法宝扔她，丙，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你选哪个？哎，等一下。
3、2、1，我承认弄死他。慢走不送。师兄，聂土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你胡说什么？请坐。上次宗门大比，仙灵峰排名第几啊？要考我？渡仙门800山头，排名雷打不动。扫帚峰、破天峰、仙灵峰。那小琼峰呢？切！作为小琼峰的高徒，宗门大比蝉联第800名，你还有脸提？嘿，这耻辱柱的一半，自然也有师傅的功劳嘛。再说了，这800峰主是不是只有师傅一人没有渡劫成仙啊？不是说这么多，你关灵娥什么事儿啊？实力如此悬殊，我们还要抢人家的冷灶来烧，这岂不是横生枝节，惹祸上身？惹祸上身！我告诉你，就是贪生怕死。你死心不改，你改邪更张，你张口就来，来去无踪。你宗门不幸，你姓师兄，师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可以的。请听题。你化神9阶，男弟子化神6阶，女弟子练气境非礼，你怎么办？扔法宝砸他！师兄，哎呦，我的腿啊！师兄，是吗？那个师兄可以让我进去了吗？还不行，现在。别担心，灵娥，我是谁？我是小琼峰的峰主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实在不行，师傅就死守在这儿，那个孽徒绝对得点头。哎，多谢师傅，但是不必了。既然师兄不欢迎，那我也就不强留了。师傅您保重，我走了。灵娥，灵娥。我小琼峰峰主说了算。哎，你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？啊！我当年捡你的时候，你不比他体面多少？是，师傅当年就因为捡了我，导致自己精疲力尽，都没法专心修炼了。你少阴阳怪气的，啊！当年我道基被毁，进益本来就慢，不是靠你给我练的仙丹斗底，我连现在的境界都稳不住。全天下像我这种没用的师傅没几个。但是像你和灵娥这种孩子，师傅见到了不能不管呀。修仙嘛，不是为了修仙，是为了做人。哟，这不是我仙灵峰外门小弟子兰灵娥吗？仙灵峰来抢人了，你不管是吧？你不管，我管。定，你放开我，孽徒！别急呀，师傅，你就等着看我操作吧。什么外门弟子，不过是个入门半年还没拜师的杂役，还敢以下犯上，打破师兄的头，找死！怎么着？想跑啊？想改投小琼峰门下呀？那小琼峰也不会要你的，你这个垃圾！圆满，他为了救你打破我的头，你要不要也来一出英雄救美啊？不敢，师兄，我去望风。你敲我1下，我敲你10下，很合理吧？啊？
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救这个娃娃。时候未到，别急，再等等。你等什么？等9成8把握。现在几成了？现在9成7吧。就是你等什么呀？不到9成8，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干什么？你松开我，让我看看呀！你打我干嘛？没有啊。谁呀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？不是。你又打我干嘛？你推我干嘛？明明就是你打我！你是不是打我？你干嘛打我？你干嘛打我？打我！你停！我们今天是来教训小蓝灵娥的，你干嘛自己打自己人呢？那不是你先动的手吗？不是，行。蓝灵娥，你今天跑不了。谁说他跑不了？师傅，莫急莫急，你现在还未入小琼峰师门。贫道齐元，乃小琼峰的峰主，和仙灵峰的蒯司师出同门，我先入师门。论资排辈，你们应该叫我一声师叔、师伯或者师大爷。师什么伯呀？不就是个道基受损还没渡劫的糟老头子吗？是不是？就是。你们把这小女娃欺辱成这样，贫道不会袖手旁观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？我们仙灵峰清理门户，与你小琼峰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贫道对仙灵峰的峰规素有耳闻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有宵禁吧？吓唬我！糟了，师兄，这光顾着打，忘记看时候了。仙灵峰弟子，日落不归。打多少鞭来着？师兄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走。蓝灵娥，我今天要是不办了你，我就是不走了。等等，没听见吗？再仔细听听。掌门的巡山仙鹤。掌门身居扫虫峰，巡山仙鹤，巡800山头，今日巡到小琼峰了，还不快拜！巧了，这巡山仙鹤也是我的旧识。他说了，若你们再胡作非为，啄掉你们的眼睛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
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嘿。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哎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你看，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，我这身袍子乃是天启城玉秀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你，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，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尖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
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大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智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，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等，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
可以。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 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。 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 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。 我究竟是谁？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的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 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 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。 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胡太师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 快
快点。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1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1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节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2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1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
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，气先到。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刘维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回手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，哎，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
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磊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落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落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掐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掐！掐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冥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冥侯、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
美人庄。美人三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螺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铺。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女蕊。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，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。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，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
合适。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3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